OK， 那我们就直接来回顾2025年我最常带出门的器材有哪些吧。那首先呢，我使用的这款背包呢是沃坦的 Rider 系列2代背包。那它这2代背包呢，我觉得最大的改变就是它的背带啦。它背带真的变得好背很多。之前1代那个背包的背带呢，它是皮革的，所以它背起来是其实比较没有那么舒服的。那这次呢，它的这个3.4的背带呢，做的是有这种厚厚的软垫，所以背起来是比较舒服的。然后再加上呢，它上面又有一个可以扣着的扣环，就让你在背的时候呢，可以3.4的固定，这样你的背包在行走的时候就不会晃来晃去啊，或者是跑到前面来这样子。所以沃坦的这个 Rider 系列的2代背包呢，我是真的很喜欢。然后我这个是10公升的版本，对，给大家当做一个参考啦。那我们就直接来看一看我都会带哪些器材出门吧。首先呢，就是我现在正在拍摄这台 A74， 对，我的主力相机还是这台 A74。那基本上如果我出门呢，我都会带这台 A74 出门。那2025年呢，我很喜欢带出门的一颗镜头是这颗 Sony 的70-200G 2代的镜头。那这颗镜头呢，它光圈只有 f4， 但是我觉得以白天在外面使用呢，已经很足够了。那如果是晚上呢，晚上使用其实噪点高一点，我还可以接受啦，所以这颗镜头对我来讲是还蛮不错的。但是还是得说，就是它在夜晚的时候，它光圈 f4会稍显不足。虽然说噪点部分我自己可以比较能够接受，因为毕竟我是以拍照为主。但是如果你是会在意噪点的人呢，那你可能就需要好好考虑一下。这个我先移下来好，不然有点定位。那这颗镜头呢，因为它是长焦嘛，所以你在旅游拍摄的时候呢，你就比较不容易去拍到一些不相关的物品，你就可以去简化你的画面。所以你拍出来的画面呢，我觉得会特别的有氛围感，也可以说是电影感啦。但是缺点当然就是，如果像我有小孩在拍的话呢，他如果离我太近的情况下，我用这颗长焦去拍会变得比较难拍一点。所以我还会再搭配其他的器材去做拍摄。那等一下会讲到我会用哪些器材去拍摄。那这颗70-200G 2代镜头呢，它有一个优点就是它有全焦段都能够0.5倍放大的那个功能。它的最大放大的倍率呢是0.5倍，而且是全焦段哦，等于是你70到200这个区间呢，它全部都是可以达到0.5倍放大的。你就不用还要去记说啊，我需要70还是200才能达到最大倍率，不用，你都不用想。任何一个焦段它都是可以达到0.5倍放大倍率的。那这个有什么好处呢？就是你需要拍摄一些商品啊，或者是拍一些花花草草啊、动物、植物、昆虫之类的啊，你都可以用它的微距功能去拍摄。那拍出来的画面呢，就会特别的好看，特别的不一样，因为那是我们人眼不会常常看到的画面。那我通常出门都只会带1颗镜头啦，除非特殊情况我才会带到2颗以上镜头，因为我觉得多带镜头其实有点重，而且其实带小孩出门了，你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更换镜头。所以我2025年最常带出门镜头就是这颗70-200G 的2代镜头，那我一次就是只会带这一颗，然后再搭配其他的器材去做拍摄。那这个镜头上面呢，我会搭配这个滤镜来做使用，这个是 Polar Pro 的一个 VND 滤镜。那这个 Polar Pro 的滤镜呢，我真的是很喜欢。你要拆卸很方便，不用那边转，你只需要像这样子，有没有？放上去，扣，然后转一下，它就卡住了。有没有就不会掉下来了？你需要装或拆都可以很方便。那如果你有2颗镜头需要做使用的，你也可以很快从这颗镜头这样拆下来，然后走到另外1颗镜头上去做使用，真的是很方便。但这个滤镜的缺点就是它比较贵一点，但是它蛮坚固的，它蛮厚的，所以它其实摔到还是怎样的，它都还蛮坚固的，不太会有毁损。但前提是你的盖子那些要盖好了。那当然，它要使用的话呢，需要搭配他们 Polar Pro 的一个底板，去先锁在镜头上面，你才可以把这个滤镜呢在各个镜头间呢去做切换使用这样子。那除了这个 VND 的滤镜之外呢 ，Polar Pro 我还会带一个滤镜是这个。我会放在沃坦这个包包前面这个小包包里面。这2个外挂的小包包呢，它是必须额外加购的，它不是买这个背包就有的哦，必须先说明一下。在这个小包包前面呢，我会再放一块这个滤镜。这个滤镜也是 Polar Pro 的，但是它是黑柔滤镜，对，然后它的强度大概是我印象中是1/4啦，对，但是我觉得使用上呢，它其实也不会到很强烈，强度还算蛮适中的，我觉得还蛮不错的。这个滤镜也是我会放在这个包包带出门的一个滤镜。那再来就是 Polar Pro 这个滤镜很厉害的一个点，就是它的滤镜之间呢是可以做叠加使用的，例如像这样子，我上面已经装了一个 VND 的滤镜了嘛，对，那我现在只需要这样卡上去，然后再转一下。就可以变成2个滤镜叠加在一起哦。那它就是 VND 加黑柔的滤镜，然后你看它这样锁得很死，都不会掉下来，有没有？很厉害。但是这个呢，你叠加越多滤镜的话呢，那如果你是使用广角镜头的话，它可能就会有暗角出现，这必须要注意一下。
那因为我使用的是70-200这个长焦镜头，所以叠加2个滤镜呢，目前是不会有看到暗角的情况出现，所以是可以安心使用的。但是缺点就是它这个滤镜是比较重一点的，所以如果你的70-200G 的镜头没有锁住的情况下呢，你可能走路，它就会这样慢慢的伸缩就跑出来了，有没有？对，这是必须要注意一下，因为它的滤镜太重，它会导致它跑出来。那你在使用这个镜头，然后又要用这个滤镜的情况下，你必须要把它那个伸缩环的那个锁定住，这样。好，那镜头部分我们就介绍完了。那再来呢，我还会使用到的器材还有2个。先把它拿出来。那因为我都是带长焦镜头出门嘛，所以为了补一些广角画面呢，我还会带这2台相机。一台是这台 Action 5 Pro， 这台是我从2024年底买之后呢，2025年我一直都有在用的运动相机。那它的画质真的是很棒，然后它的方便性啊、操作什么的我都很喜欢。喜欢到我上次还有拍一支这个 Action 5 Pro 的一个介绍影片，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影片。那我在这边就简单的说明一下就好了。例如它按一下就可以马上开机、马上拍摄，这个功能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用。你就是口袋拿出来按一下，马上就可以拍了，你就比较不会错失那些瞬间出现的画面。然后再是它的画质呢，也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好很多，是让我觉得可以使用的那种画质。所以2025年呢，我很常就是把这台相机放在口袋里面，然后有需要的时候就拿出来拍，真的是超级好用，那个使用体验真的是非常的棒。而且那时候我有带这台相机去北海道使用，那北海道那趟旅程呢，我都有使用的这台 Action 5 Pro 去做拍摄，整趟旅程我的使用体验都是非常非常的好的。那再来呢 ，Action 5 Pro 它是 DJI 的产品嘛，所以它就可以跟他们自家产品 DJI Mic 2直接做连线使用。你只要 Action 5 Pro 开机呢，无线麦克风开机呢，马上就可以连线，然后就可以去做收音使用。虽然说我大部分时候呢不会去使用 DJI 麦克风在外面收音，但是如果在真的很嘈杂的环境下呢，或者你需要小声讲话，不要吵到别人的情况下呢，这时候拿出麦克风来连接这台 Action 5 Pro 去做收音呢，是真的蛮适合、蛮好用的。所以这也是 Action 5 Pro 让我在使用上非常喜欢的原因之一。对，那它优点差不多这样。那如果详细的介绍呢，可以去看我之前的影片。那这台 Insta360的 X5 相机呢，是我大概10月、11月才买的相机。但它买来之后呢，真的大大改变我在拍摄上的一些方式和习惯。它让我觉得蛮惊艳的，就是相见恨晚，我觉得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。它真的是一台让我很喜欢的一台相机。那我预计之后也会再拍一支这台360相机的介绍影片。对，它真的是超棒的。虽然说它的画质不能说是非常的好，但是它让我创作上呢可以做更多弹性。我今天出去呢，我只需要拿着拍摄，后期我需要把它转成直视或是横视的影片呢，我都可以自由去做切换，所以我就不用拍摄当下还要去想说，我需要拍直的还是要拍横的，或者我2个都要同时拍的话，我就要花2倍的时间去做拍摄。不用，你用这台360相机呢，你只需要拍一次，你的直的、横的各个角度你就拍到了，后面你要怎么剪？随便你，真的是超方便的。但是它的缺点当然就是你的后置时间要多，非常非常的多。对，后置真的是比较麻烦的一个点了。那再来就是它的画质，虽然说不是很好，但是我觉得也够用了。白天情况下使用很 OK， 那晚上使用呢，它这一代 X5 呢也有夜拍加强的功能，所以它的夜拍其实也算堪用啦，就是至少拍到东西。那我觉得生活旅游什么的有拍到会比没拍到好，有拍到就先至少60分了。那晚上画质的部分虽然没有到那么好，但它因为它小巧又方便使用，所以其实还是会让我蛮愿意带出门使用的。因为有些场景你要用单眼去拍摄，其实没有那么方便。那你用360相机呢，先求拍到会比较来得重要一点。哦，对了，360相机呢还有一个很需要注意的一点，就是它的档案容量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大，所以在拍摄上呢，建议就是你把你想要的画面拍好就好了，你不要说整个行程全部都是用360来拍摄，那你后面呢你要剪辑啊，要存这些档案啊，你都会觉得很痛苦，你要花更多时间剪辑，然后你要花更多的容量去储存这些档案，会比较辛苦一点。所以我通常拍摄还是会以单眼和运动相机为主，那360相机呢就算是有点拍一个辅助画面，一个全景画面。比如说行走的过程啊，或者是很多人情况下把所有人都拍进去啊，然后或者一些比较特殊的角度、特殊的位置啊，单眼不方便拍摄的，我就会使用360相机来拍摄，然后就是拍重点的，就是拿来拍重点。那2025年呢，我最常带出门的相机就是这几台，对，就是这样。好，还有一个就是手机。
因为手机真的是最方便取得的东西。我平常就是放在口袋里面嘛。那如果真的我临时手上没有前面讲那3台相机的话呢，那我就手机拿出来赶快拍。像我生活上很多记录呢，我都是用这台手机去做拍摄的，所以它也算是我的一个摄影器材之一啦。OK， 那摄影器材讲完了，那我们现在就来讲讲看我会带哪些配件出门吧。首先呢，是你们看到我会把这个东西挂在我的背包外面。这个东西是什么呢？这个就是我的一个颈挂式支架。对，那它就是可以拿来挂我的 Action 5 Pro， 然后去拍摄一些 POV 的视角，去拍摄第一人称的视角，就这样子挂着，然后把相机这样子放上去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我就可以去拍摄我的一个第一人称的视角，或者是有时候没有手，比如说要抱小孩啊，没有手拍摄的时候，我就挂在这边按一下，然后就可以去做拍摄，然后我双手都还可以去自由的活动，这样这个颈挂式支架是真的还蛮好用的。那当然它也可以拿来挂360相机啦，但是因为360相机比较长嘛，我觉得使用上比较没那么方便，所以这个我主要还是拿来挂我这台 Action 5 Pro 的。那再来配件就可以再拿出来。那再来就是一些脚架还有背带，我也是会放在这个背包里面，然后有需要的时候我就可以拿来使用。那像这个呢，我就拿来装 Action 5 Pro 的，就是我平常可以这样装着，然后放在桌上，就可以当做一个桌面小脚架来做使用。有时候吃饭啊，想要拍摄，你这样架着就可以直接做拍摄，非常方便。那英仕达360相机呢，不可或缺就是这个自拍杆嘛。这隐形自拍杆呢，真的是360必备的东西啦。那就是平常就是放在包包里面，那有需要的时候拿出来，然后把英仕达360这样子插上去，然后像这样子伸长，然后去拍，然后它又可以把自拍杆去隐形掉，你就看不到你的自拍杆，然后就可以拍到一个好像有人在帮你拍摄的那种画面。所以这个自拍杆呢，可以说是这台360相机的灵魂啊。哦，对了，补充说明一下，这个背包上面还会绑一个东西，刚刚忘记讲到，我的背包这个背带上面呢，我还会给它绑一个这个背包夹。那这背包夹呢是给360用的。就是我360有时候用完了，你这样子整只放口袋也不好放嘛，那它这个就是可以让你直接这样插上去，就可以这样挂在你的身上，然后你需要使用的时候再把它抽出来就可以使用了，还蛮方便的啦。那这个背包夹呢也没那么贵，就是大概400-500块就可以买到了。如果是像原厂那个背包夹呢，那个感觉也不错用，但是那个价格就比较高一点，我有点买不下去，所以我是先买这个比较便宜的背包夹，然后来使用看看。那目前使用上呢还可以，那唯一的缺点可能就是它的存在感比较强一点，你背在身上会明显感觉到这里有个东西顶着你的身体，所以这是需要适应，需要习惯一下的。那再来我还会带这个背带出门，这背带之前也有介绍过。那这个背带呢是 Pic-Design 的背带，那上面我会把它绑一个类似这种快扣的东西。那相信平常没有要用的时候呢，我就把它扣上去，然后就可以这样侧背，就可以这样侧背在我的身上这样子。当我需要使用相机的时候，我就这样子，这样按个按钮就可以把相机抽出来去做拍摄。那我使用的那个快扣呢是 F38小准那个系统，那个快扣我真的是非常的推荐，如果有需要的真的是可以去购买。那个快扣呢真的是非常的好用，那我之前也有一支影片有介绍过，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。对，那这背带呢也是我会带出门的一个配件。那配件讲完了，我们来讲讲看我的收音。我会带出门的收音系统，一个是这个 Sony 的ECM M1 麦克风，这个 ECM M1 麦克风呢，我真的是非常的喜欢它。我觉得它是出门旅游呢很适合带出门的一个麦克风。它上面有很多种模式可以去做切换，比如说立体声啊、全指向收音啊，然后向前啊、向后收音都可以。然后向前的范围要宽的或是窄的，然后或者是你想要前后都可以收音的，这个麦克风呢都可以办得到。那也因为它有很多种模式，所以你在很多不同的场景呢要使用它都是没有问题的。它就是很适合 running gun， 然后或者是你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样的现场，那你就带这个麦克风出门绝对是没有问题，因为它可以应付很多种的场景。你要在这些场景去做收音，用这个麦克风都是没有问题的，非常的棒。那我还会带出门的一个麦克风，就是我现在在使用这个DJI的无线麦克风2代。那我觉得2代的麦克风已经很好用了，3代部分我是没有买啦，所以我也不知道它好不好用。但是我觉得2代的麦克风目前以我来使用已经非常的够用了。那我平常带出门呢，我不会把它那个整个盒子带出门，我就是直接把这个麦克风就是丢到我的包包里面。那我需要的时候就拿出来开机，然后就去连 Action 5 Pro 啊，然后或者是连接我的单眼相机。但单眼相机要连接的话呢，上面还要加一个接收器，还是发射器？接收器啦，所以你还要再多带那个接收器出门才可以。那它的接收器呢，有一个配件装上去之后呢，可以直接支援 Sony 的热靴，
你就不需要插线，直接插上它的热血就可以做使用。所以我觉得 DJI 无线麦克风呢，它有这个配件，就是让我在使用上可以非常的方便。就不用还要插线什么，真的是非常的方便。刚刚介绍这个 Sony 的 ECM N1 麦克风呢，它也是不用插线的，它只要插到 Sony 的相机上面呢，就可以直接做使用。这也是这个麦克风呢非常棒的一个优点。所以这2个麦克风呢，是我也会带出门的东西。那再来，我们就来讲讲看，还有带哪些摄影的小器材出门。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塞在这些包包里面的哦。就是我现在讲的东西都是可以全部塞进这个包包里面，然后让我一次性带出门使用的。那像那些配件呢，我也会放在这个包包前面这个收纳袋里面。那像这个背包呢，它后面还有一些暗袋，还有一些口袋。那这些口袋也是可以拿来放一些小配件的，像我都会拿来放电池啊、记忆卡之类的。然后我会带小配件的，还有这些像这个小吹球带出门这样子，有时候镜头脏了吹一下，非常的方便。对，然后还有这个小的脚架，还有这个小的脚架，就是它可以锁在这个360相机的自拍杆底部，那你的360相机呢就可以这样子直接站立起来，有没有？非常的方便。然后还有这个视镜笔。这个视镜笔也是镜头，如果真的不小心摸到、碰到、脏掉，你就可以赶快快速的去擦一擦，把它清洁干净。然后还有这个 DJI Action 5 Pro 的一个快夹系统，那这个是副厂的啦，那它就是可以磁吸快拆装那个 Action 5 Pro， 它可以下面装那个1/4螺孔的，或者是你要变成像 GoPro 这种角的出来，这样子去锁在 GoPro 那些配件上面都是没有问题的。对，这是也是我会带出门的一个小配件之一。然后再来就是 A74 的电池啊，360的电池啊 ，Action 5 Pro 的电池我都会各带1颗。其实我通常旅游拍摄呢，我都是每台相机各带2颗电池就够了。就一般我1颗电池我可能都拍不完，但是我还是会多带1颗电池，以防万一，就是真的没电，那你就可以去做更换。像我就很常就是相机放到包包里面，结果电源忘记关，就等到我发现的时候呢，电源早就已经用完了。对，所以多放1颗备用电池还是有必要性的。那我还会带这个记忆卡盒，这个记忆卡盒我觉得蛮好看的。对，那它就是也是很简单，这样子打开，然后里面就是可以放4张的 SD 卡跟4张 Micro SD 卡。其实通常我相机上面装的记忆卡就已经够用，然后带这个记忆卡出门都就是当做备用啦，以防真的突然记忆卡满了，或者是记忆卡突然出问题了，像之前去北海道记忆卡就有出问题，然后导致那张卡坏掉。对，那就是带着这个记忆卡盒呢，当做一个备用、一个保险，这样避免自己没有记忆卡可以使用。那出门就是还会带钱包嘛，那我用的钱包呢是无印良品买的，我觉得它薄薄的、扁扁的，就是不会占太多空间，很好用。然后还有钥匙嘛，那这钥匙我也会放在我的背包前面那个小小的收纳包里面。然后再就是会带这种卫生纸啊，或者那种小包的湿纸巾，因为带小朋友出门就是常常会使用到这些卫生纸啊、湿纸巾之类的。OK， 以上就是我2025年最常带出门的背包，以及我最常带出门使用的器材配件们。那希望对你们能够提供一些参考，这样子。那如果你们也有一些推荐使用的器材啊、配件啊，或者一些好用小物呢，也都欢迎在留言下方推荐给我。那我们这集就先这样了，下集再见，拜拜。